据央视报道，最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在江西发现，南昌、九江、上饶等多个地点的湖区内存在大量的矮小围堤，以及盗鱼团伙用拉网、电鱼等方法非法捕捞现象。同时，监察组还发现鄱阳湖水面浮满油污，一头小江豚在油污中拼命地挣扎求生，但是地方官员却公然说那可能是青鱼，详情到底怎么回事？这里是万物灵，欢迎关注熊探长带你探索有灵万物。江豚是一种中国特有的小型淡水鲸类，体长通常在 1.4 到 1.6 米之间，体重可达到45到70千克。江豚外形酷似海豚，不过没有背鳍，体色通常呈灰色或者是浅灰色，有一些是白色。它们的头部小而圆，最有特色的就是上弯的嘴角，就像微笑一样。作为中国特有的淡水哺乳动物，江豚主要分布在中国长江流域，西至宜昌，东至长江口，鄱阳湖和洞庭湖也是主要的分布地点。据记载，1984年到1991年，中国对长江江豚数量做过统计调查，当时的数量大约是2700头。1997年到1999年的调查中，发现数量下降到2000头左右。2006年对长江干流、洞庭湖、鄱阳湖的大规模调查中发现，总数量不到1800头，而在2017年时，总数继续下降到1012头。环境污染、渔民误捕、过度捕捞，在政策干预之前，长江流域的环境不断恶化，导致江豚数量急剧减少，江豚因此成为了水中大熊猫。所以，江豚被列入了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，成为了国家1级保护动物。为了有效保护江豚，2015年5月，江西省就出台了一系列保护政策，并从2020年1月1日开始，长江的干流、主要支流和相连的几个湖泊都全面禁止捕鱼，而禁渔的期限为10年。有了政策的支持，江豚的情况很快就有了好转，数量也有所提升。2022年的一次调查发现，长江的江豚数量上升到了1249头。从2020年1月1日开始，长江流域的23万名渔民迎来了身份的转变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——退捕上岸的渔民。虽然为了保护江豚而禁渔是无可厚非的，但是要牺牲这么多人利益又是否公平？他们又是否能在长江之外寻找到新的生机？其实政府在禁渔的同时也考虑到这些问题，所以为了能让上岸的渔民能够谋生，政府部门也是推出了很多政策，包括职业技能培训、设立公益岗位以及发放救助补贴等。除此之外，政府也大力鼓励和扶持上岸渔民自主创业，在各地设立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渔业创业孵化基地，大力发展盗鱼结合、池塘养鱼、水产品加工，并把渔业和旅游业相结合，做到可持续发展。另外，为了切实保证上岸渔民能够受到政策的照顾，政府还专门为每一户渔民建档立卡，定时更新他们的数据，随时跟踪他们的经济情况，争取做到不落下任何一户。今年是长江禁捕第4年，为了了解这些上岸渔民的现状，央视新闻专门对他们进行了采访。采访发现，很多上岸后的渔民都已经适应了新工作，他们有的进了工厂，有的自主创业，有的转行做种植，还有的凭借多年的渔业经验做起了池塘养鱼养虾的生意。当然，还有一些渔民并没有上岸，而是继续留在了长江上。不过，他们不再打鱼，而是变成了护鱼员、护鸟员，在长江上守护着这片水域的生态环境。长江禁渔后，一直有大量的人在进行非法捕捞。为了能够顺利捕捞，这些人想尽了各种办法，有些到处撒网，有些使用电鱼设备捕捞，还有一些专门派人盯着警方的动向，一旦看到有警察就立刻逃跑。为了能够遏制这些犯罪行为，警方也是付出了很多代价。他们不仅要在水上和歹徒斗智斗勇，还要大晚上在水面上行动，稍有不慎就有落江的危险。这些盗鱼团伙在捕捞的过程中，不仅捕捞到大量的普通的鱼，有时候也会捕到被保护的江豚。据悉，仅2023年就有12头江豚在非法捕捞中丧生，很多江豚都是被渔网缠上，无法挣脱而亡。长江禁渔10年，是几十万人牺牲了自己的利益换来的，是沿岸各地人民一起努力、众志成城换来的。如今江西却在监察组的眼皮子底下出现了非法捕捞，出现了地方官员指豚为鱼的事情，实在是让人心寒。长江禁渔以来，一直有各种盗鱼团伙在暗中阻挠，但是从监察组在江西看到的这些来看，阻碍禁渔政策的不仅只有那些躲在暗处的盗鱼团伙，还有地方官员的不作为。
看到了江面上有动物在挣扎，为什么不上前去查看？当监察组问是不是江豚的时候，他们为什么要狡辩是青鱼？即便真的是青鱼，看到青鱼在油污中挣扎，难道也能视而不见？难道长江上船只漏油就不去管？其实很多人依然不理解，我们真的有必要为了这些动物而这么兴师动众吗？难道保护好江豚就能让我们国家有什么不一样吗？其实，长江流域的鱼类资源对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有很大的作用，其中又有很多稀有动物品种。但是在以前，人们为了赚钱，不加节制地过度捕捞长江里的鱼类，严重破坏了长江的生态平衡，鱼群种类和数量急剧减少。如果放任不管，那就是杀鸡取卵，竭泽而渔，最后只能进入恶性循环。所以现在牺牲10年，是为了10年之后更好的发展。还是那句话，为了实现这个计划，国家和人民牺牲的实在太多了。如今数据建好，又岂是钓鱼团伙和官员无作为就能组织的？相反，中央监察组这次发现了这些，只会加大治理力度，该问责的问责，该判刑的判刑，保护长江、保护江豚的计划不可能被动摇。非常感谢您看完本期万物灵，欢迎点赞、评论加关注，您的关注是熊探长探秘的最大动力。